第34章，朋友。尽管乔非常喜欢社交，而且从开始自食其力以来，生活十分忙碌，这让他觉得连面包都更加香甜。他总能抽出时间进行写作。作为一个贫穷却有抱负的年轻女孩，她的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，只是她选择的方式未必是最好的。她坚信金钱意味着力量，因此下定决心不仅要为自己赢得财富和权利，更要为那些比她自己还重要的亲人争取更好的生活，住进一座舒适的房子，随时能满足贝斯的愿望。无论是冬天的草莓，还是一架放在卧室里的管风琴，能够旅行，并且总有足够的钱去帮助别人，这些一直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梦想。他的短篇小说获奖后，似乎打开了一扇门。在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和不懈努力之后，他终于走进了这座看似美好的空中楼阁。然而，长篇小说的失败让他的热情骤然冷却。舆论像一个巨人，曾吓到过许多比他更勇敢的人。无畏的约翰也是如此。就像那个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，乔第一次跌倒后稍作喘息，那次挫折让他看清了巨人宝藏中最丑陋的一面。但每次跌倒后，他都能重新站起，继续艰难前行，在获得更大收获的同时，也几乎失去了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。他决定写廉价连载小说，因为在那个不幸的时代，即便是美国这样通常品味不俗的国家，也在消费这种毒物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独自构思了一个神秘的故事，然后坚定地把它送到了美洲火山报编辑达什伍德先生的办公室。虽然他没读过托马斯·卡莱尔关于服饰的著作《就医新材》，但他女性的直觉告诉他，对许多人来说，外表往往比内在更重要。于是，他尽可能精心打扮了一番，一边在心里默念着自己并不紧张，一边鼓起勇气爬上2段又脏又昏暗的楼梯，来到一间凌乱不堪、烟雾缭绕的房间。3位男士正把脚搁在桌上，连头都没抬一下来迎接他。乔感到有些气馁，站在门口小声问道：“请问，美洲火山报的编辑部是在这里吗？我想和达什伍德先生谈一谈。”那只翘得最高的脚终于放了下来。他看见一位被烟雾笼罩的绅士，嘴里叼着雪茄，朝他点了点头，神情疲惫，仿佛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。乔急于结束这次会面，脸越来越红，结结巴巴地说出他事先准备好的话。一位朋友让我把这个故事交给您，这只是个试稿，他想听听您的意见，如果您喜欢，他还可以继续写。达什伍德先生用沾满污渍的手指翻阅着手稿，眼神挑剔地看着每一页。这是你第一次投稿吧？是的，先生。我的朋友有一些经验，他的作品曾在布拉内夫斯通旗帜报的比赛中获奖。真的？达什伍德先生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目光从帽子上的蝴蝶结一直扫到靴子上的纽扣。好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先留下手稿。我们现在这类稿件很多，但我下周会看完并给你答复。乔其实不太想留下手稿，因为他不喜欢这位编辑，但在那种情况下，他只能点点头，然后昂首挺胸地离开。那是他在感到羞愧或不适时惯常的姿态。这一次，2种情绪他都体会到了。当他关上门，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笑声时，他更加难堪了。他暗暗发誓，再也不来这里。回到家后，他一边缝补衣物，一边发泄心中的郁闷，直到几个小时后才平静下来，笑着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并期待着下一周的到来。第2次见面时，
达史伍德先生独自一人，这让乔松了口气。他看起来比上次清醒多了，房间里也没有弥漫着雪茄的烟味，气氛比上次友善了许多。我们会接受你的稿子，只要你愿意做一些修改。它太长了，但如果你删掉划掉的部分，就差不多合适了。那本手稿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，上面布满了笔记。乔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字迹。他看着那些被删改的地方，表情就像一个母亲被人建议为了让孩子适应山顶而砍掉一条腿似的。令他惊讶的是，那些被删除的段落正是他特意加入的道德反思，用来平衡故事中过于夸张的情节。但是先生，我觉得每个故事都应该传达一点道德意义，才能真正帮到读者。达史伍德先生放下编辑的严肃态度，露出微笑，因为乔忘了自己编造的朋友，此时完全是以作者的身份在说话。听着，人们要的是娱乐，不是说教。如今，道德不卖座。当然，这句话并不准确。那您认为我应该接受修改？是的，情节新颖，处理的也不错，文笔也好。达史伍德先生温和地回答。那稿费是多少呢？哦，是的，我们一般给25到30美元之间，发表时支付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乔满意的把稿子递过去，对他来说，哪怕是25美元，也算一笔不小的收入。您想让我转告我的朋友，如果他写出更好的作品，您可能也会感兴趣吗？达史伍德先生笑了笑，我们可以看看，不过让他写的短一些，刺激一些，别掺杂什么道德。他想用什么笔名？请不要署名。他不想出名，也没有笔名。乔回答道，脸上不由自主地泛起红晕。随你高兴。下周刊登。你是来取钱，还是需要我寄过去？我会亲自来取。祝您今天愉快，先生。乔走后，达史伍德先生把脚搁回桌上，轻描淡写地评论道：他和其他人一样，又穷又骄傲，但还算有用。按照达史伍德先生的建议，并受到诺顿小姐的启发，乔贸然踏入了廉价小说的浅水区。幸好有一位朋友及时伸出援手，才没有被彻底淹没。和许多初学写作的年轻人一样，乔的故事里充满了异国人物和场景：强盗、伯爵、吉普赛女郎、修女和公爵夫人，他们以一种可预期的热情轮番登场。读者们不在乎语法、标点或真实性之类的小细节，而达史伍德先生也慷慨地允许他以极低的价格占据版面，却没有告诉他，他之所以如此大方，是因为他的一位固定作者跳槽去了待遇更高的地方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困境中。看到微薄的收入逐渐增加，就像为贝斯筹措暑期度假费用那样缓慢却稳定，乔干劲十足地投入写作。但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家人，这也让他的成就感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他知道父母不会赞成他的做法，所以宁愿先偷偷尝试，事后再请求原谅。保密并不困难，因为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篇作品上。当然，达史伍德先生很快发现了真相，但他答应保守秘密，并且难得地信守了诺言。他确信这并没有什么坏处，因为他真心不愿写出让自己羞耻的内容。每当良心不安时，他就会想到将来把赚来的钱拿给家人看时大家惊喜的样子，以及一起分享这个秘密时的欢笑。
但达什伍德先生只想要刺激的故事。如果他提议写别的内容，他便会拒绝。因此，为了让读者始终保持兴趣，他不得不毫不犹豫地动用历史、爱情、陆地与海洋、艺术与科学、警方档案，甚至精神病院等题材。他明白自己缺乏亲身经历来描写生活的阴暗面，但出于一贯的勇气，他决定迎难而上。他渴望灵感，致力于创造新颖，即使不够精巧的情节，开始搜集事故、犯罪新闻，甚至向图书管理员索要有关毒药的书籍，引起了对方的怀疑。散步时，他会观察路人的长相，揣测他们的性格，无论好坏。他在记忆的尘埃中搜寻那些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新奇的故事，并在能力范围内研究疯狂、罪恶与苦难。他以为自己在进步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自己作为女性最宝贵的一些品质。即使在想象中，他也生活在一个有害的环境中，这对他产生了影响，因为他的思想吸收了缺乏营养甚至危险的内容。而这种过早接触生活的阴暗面，使他失去了属于他这个年纪应有的天真与纯真。他虽未察觉，却已有所感受。描写别人的激情和情感，使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消遣，年轻人本不该沉溺其中，而坏事总会带来惩罚。乔终于在最需要的时候迎来了他的报应。我不知道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帮助他理解了人性，还是他天生就是一个诚实、坚强、勇敢的女性。事实是，当他赋予虚构角色各种美德时，他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人——贝尔教授。尽管他也有缺点，但他仍然深深吸引了他。贝尔先生曾建议他，若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，就应该研究身边朴实、真实、善良的人。乔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并开始认真观察他。如果这位可怜的教授知道自己成了研究对象，一定会非常不安，因为他从不自负。起初，乔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他。他既不富有也不高贵，不年轻也不英俊，甚至不能说他迷人或才华横溢，但他就像一团温暖的炉火，吸引着周围的人自发聚集在他身边，仿佛他能温暖他们的心。他贫穷却乐于助人，是外国人却拥有许多朋友，不再年轻却保持着孩子般的快乐，坦率古怪却被认为仪表端庄，人们也因他的善良原谅了他的怪癖。乔常常观察他，试图找出他魅力的来源，最终他得出结论，是仁慈创造了这个奇迹。如果教授有什么烦恼，他会悄悄藏起忧伤，只展现最阳光的一面。岁月在他额头留下了皱纹，但似乎对他格外宽容，也许是为了回报他对世人的善意。嘴角的皱纹记录着他讲过的友好话语和爽朗的笑声。他的眼睛从不冷漠严厉，握手时的热情胜过千言万语。就连他的衣服似乎也继承了他的性格，他们与他相处融洽，只为让他感到舒适。宽大的背心昭示着一颗博大的心，破旧外套透着一股从容气质，大口袋见证着孩子们一次次空手而来、满载而归的喜悦。甚至连他的靴子都带着一种仁慈的气息，衬衫领口也从不像别人的那样僵硬粗糙。就这样，当乔终于明白善待他人会让对方变得更好时，他对自己说，原来一个爱喝汤、缝袜子、姓氏古怪的德国教授，也可以如此美丽而高贵。乔重视善良，但也敬重智慧，而他后来得知的一件事，更是加深了他对贝尔先生的敬佩。原来他在故乡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，因学识渊博、品行端正而广受赞誉。这一信息来自诺顿小姐，是她
从一位来访的同乡口中得知的。贝尔先生从未提起过这段过往，这让乔更加欣赏他了。虽然在美国他只是一个贫困的语言教师，但在柏林，他曾经是一位著名教授。这个发现，加上他简朴的生活方式和勤奋工作的精神，让他的形象更加动人。但他还需要发现另一种更重要的特质，而这发生在一次意外场合。诺顿小姐经常参加文学沙龙，这让乔无比向往。这位年长的女士为了支持这位年轻的写作者，邀请他与贝尔先生一同出席一场聚会。乔原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准备向他崇拜已久的文学巨匠们致敬。然而那天晚上，他却发现这些天才不过是普通人，甚至有些令人失望。他看到那位曾用诗句感动他的诗人，正在狼吞虎咽地吃饭；那位知名小说家沉迷酒瓶，神学家与斯塔尔夫人调情，哲学家昏昏欲睡，他心中一个个偶像轰然倒塌。他沮丧地躲到角落，贝尔先生走了过来。几位哲学家围坐在一起，开始讨论康德、黑格尔、客观与主观等他听不懂的话题。虽然他听得一头雾水，但仍忍不住沉浸其中。谈话结束后，他只感到头痛欲裂，脑海中却隐约浮现出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由理性主导的世界。他回头看向贝尔先生，发现他正严肃地注视着他。他示意他离开，但他仍沉浸在讨论中，想弄清楚就信仰崩塌后还能相信什么。贝尔先生没有多说什么，但当他被问及看法时，他终于开口，用真诚而有力的言语捍卫了宗教的价值观。那一刻，他的英语听起来格外悦耳，脸上焕发着光彩。这场辩论激烈而深刻，他始终坚守信念。乔听着，内心重新找回了秩序与信仰的意义。上帝不是盲目的力量，永生也不是美丽的谎言，而是一种真实的祝福。当贝尔先生停顿时，他差点鼓掌感谢他。他没有鼓掌，但那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心中。从那时起，他对教授的敬意更深一层。他敢于说出真相，哪怕这意味着付出代价，因为他无法容忍沉默。乔终于明白，价值远远超越金钱、地位、学识或美貌。如果卓越的定义是真理、敬畏与善意，那么贝尔先生不仅是个好人，更是一个杰出的人。这份信念日渐增长，他珍惜他的体谅，渴望得到他的尊重，并努力让自己配得上他的友谊。然而，就在他最真诚地追求这一切时，他差点失去一切，原因竟是一顶纸帽子。那天上课前，他忘了摘下蒂娜给他戴的帽子。乔伊开始没提，因为他喜欢看他发现时的大笑。后来他忘记了，因为听他朗读席勒的《华伦斯坦之死》太过专注。课上得很顺利，直到他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马奇小姐，你在嘲笑你的老师吗？难道我不值得你尊重？他严肃地问。先生，您戴着那顶帽子，我怎么尊重您呢？乔反问。教授摸了摸头顶，摘下帽子，端详片刻后笑了起来。原来是那个调皮鬼蒂娜给我戴的。没关系，但如果这堂课没法好好结束，你就得戴上它。然而课程并未继续，贝尔先生注意到纸上的一幅插图，脸色顿时变了。我不希望这类出版物进入这所房子，这不是孩子该看的，也不是年轻人该读的。这种东西很糟糕。乔瞥了一眼那张画，上面描绘着疯子、尸体、恶棍和毒蛇。他虽不喜欢，但真正让他害怕的是，
他怀疑那可能是美洲火山报的某页内容。幸运的是不是，即便真是他的作品，也不会暴露身份。但他还是脸红了，暴露了自己的不安。贝尔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知道乔在写作，也在几家报社见过他，但他从未追问，因为他尊重他的隐私。那一刻，他意识到乔对自己的作品感到羞愧，这让他很难过。他没有像多数人那样说这不关我的事，而是想着，她是个远离家乡、孤单无助的女孩，他必须帮助她，就像救一个溺水的孩子那样义不容辞。他把这些念头藏在心里，片刻后，他换了个轻松却认真的语气说：“你把它拿开是对的。一想到一个善良的姑娘可能会看到这种东西，我就非常不安。有些人觉得这些故事有趣，但我宁愿让我的孩子们玩火药，也不愿让他们接触这种有害的垃圾。也许它并不只是有害，还有些愚蠢。如果人们需要它，我不明白提供它有什么错。许多诚实的人靠写这类故事维持生计。人们也需要威士忌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该卖给他们。如果他们知道造成的伤害，就不会认为自己过着多么体面的生活了。他们无权在糖果里下毒，然后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吃下去。不，他们应该反思，与其做这种事，不如去扫大街。贝尔先生说着，把手稿扔进壁炉。乔默默坐着，仿佛火焰也烧到了他，直到那顶纸帽子化为灰烬，他的脸颊依旧滚烫。我真希望能把它们全都烧掉，教授低声说。乔想象着他用他的手稿点燃一堆火，他赖以谋生的方式也开始让他良心不安。他安慰自己，我的故事不一样，他们既不愚蠢也不有害。接着拿起书，装出一副好学生的模样，说：“先生，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我会好好表现，不再笑了。我希望如此。”他只说了这一句，但眼神中流露出的温柔与严肃，仿佛在他额头上写下了4个字：美洲火山报。回到房间后，乔拿出所有手稿，仔细重读了一遍。他仿佛戴上了贝尔先生的眼镜，那些故事的缺陷立刻变得清晰可见。他痛苦地意识到，他们确实是垃圾，而且越写越糟。他为赚钱伤害了自己和别人。如果家里人知道了，或者手稿落入教授手中，他将如何面对？他越想越羞愧，最后把全部手稿丢进厨房的火炉里，火焰窜起，差点引燃烟囱罩。这才是他们应得的结局。我宁愿冒着烧毁房子的风险，也不能让任何人被我创作的火药所伤。他一边看着汝拉的恶魔化为灰烬，一边对自己说。当3个月的努力化为乌有，乔坐在地上，手里握着仅剩的钱，思索该如何处置这笔稿费。我想我还没有造成太大伤害，可以留下这笔钱当做时间的补偿。他反复思量后得出结论，随后又不耐烦地自语：我多希望自己没有良心。有时候，它真像个累赘。如果我不在乎对错，就不会因为做错事而难过。啊，乔，与其希望那样，不如感谢上帝，你的父母如此严格，并怜悯那些没有像你这样优秀守护者的人。乔从此再也没有写过那种故事，他深信金钱无法弥补他所失去的。但正如他一贯的性格，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他研究了舍伍德太太、埃奇沃斯小姐和汉娜·莫尔的作品，写出了一部更像是论文而非小说的作品。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认同，因为他的天性热爱浪漫与自由，穿那种风格
就像穿着上个世纪的老式服装一样不自在。他试着把作品投给几家出版社，但没人愿意接受，只好承认达什伍德先生说的对，道德类作品确实不畅销。他又尝试写儿童故事，如果不是为了赚钱，他本可以不写。唯一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是一个富有的绅士。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引导孩子们皈依某种特定信仰，但乔无法接受那种设定。淘气的孩子不去某个教义学校就会被熊吃掉，而去的好孩子则能得到天使合唱团护送升天。因此，在几次尝试失败后，他盖上墨水瓶，带着一丝谦卑说道：“我什么都不会，等我懂得更多，做得更好以后再尝试吧。在此期间，如果需要，我会去扫大街。”这个决定证明，就像童话故事里一样，第二次从斗茎上摔下来，反而让他成长了许多。当内心的转变仍在继续时，现实生活依然充满琐碎的工作。除了贝尔教授，没有人注意到乔有时会显得严肃或悲伤。他默默关注着他，想知道他的劝告是否奏效。乔通过了考验，他也为此感到欣慰。他从他手指不再沾墨，晚饭后不再匆忙离席，以及两人不再在报社碰面这些细节中，猜到了他的改变。他以多种方式帮助他，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。乔对此感激不已。在暂时搁笔的日子里，他学到的远不止德语，也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奠定了基础。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冬天，直到6月才离开科克太太的家。当离别的日子临近时，所有人都感到不舍。孩子们哭得无法安慰，贝尔先生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因为他一焦虑就会揉头发。他要回家了，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是多么幸运啊！他说完，默默地坐在角落里揉着胡须，而大家则为乔举办了一场即兴告别派对。由于第二天清晨就要出发，乔在睡前一一告别。轮到贝尔先生时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好吧，先生，我希望如果您有机会来这一带旅行，请一定来看我们。如果您不来，我永远不会原谅您。我想让所有人都认识我的朋友。”真的吗？您希望我去吗？他眼中闪过一抹热切的光芒。当然，先生，下个月就来吧。老李那时就要毕业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毕业典礼。您指的是您最好的朋友吗？教授有些不安地问。是的，我为他感到非常骄傲。我很想让您认识他。乔抬起头，满心欢喜地想象两位男士相见的场面。突然，他从贝尔先生的表情中捕捉到了一丝异样。他意识到老李可能仍然怀有更深的感情，他不由自主的脸红了，越是控制就越红。幸亏蒂娜坐在他膝上，他才能低头假装拥抱，希望教授没有注意到。但他注意到了。片刻后，他恢复了平日的语气，温柔地说：“恐怕我没有时间去看望你们，但我祝您的朋友好运，也祝您幸福。愿上帝保佑您。”说完，他轻轻握住她的手，把蒂娜扛在肩上，离开了。孩子们睡下后，贝尔先生坐在炉火旁，神情疲惫而感伤。他想起乔抱着小姑娘坐在膝上的样子，以及她脸上焕发出的那种新的温柔。他把头埋在手里，随后起身在房里踱步，像是在寻找什么，却又找不到。这不属于我，我不该抱有希望。他叹息着，声音几乎像一声呜咽，仿佛在责备自己无法压抑这份渴望。他亲吻了熟睡的孩子们，
拿起一支很少抽的海泡式烟斗，翻开一本柏拉图的书。他尽了最大努力，也下了很大决心。但我认为，几个顽皮的孩子，一支烟斗，甚至神圣的柏拉图，都无法真正替代一个妻子、几个孩子和一个真正的家。虽然时间尚早，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车站送乔。多亏了他，乔带着一张熟悉而亲切的脸庞，一束紫罗兰，以及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开始了孤独的旅程。好吧，冬天结束了，我既没有写成一本书，也没有发财，但我交了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，我会努力永远不失去他。